这个女人刚刚生下一个怪物，临死前她虚弱地哀求丈夫一定要把她养大。丈夫觉得很奇怪，她慢慢走向婴儿床，掀开毯子一看，顿时被吓得要死。但很快丈夫就压下恐惧，做出了违背祖宗的决定。他趁家人不注意，一把抓起那团东西，夺门而出。夜深人静，丈夫并没有把她送到孤儿院，反而偷偷地放在养老院门口，然后顺手留下8块钱，便狼狈地逃走了。黑妈妈回家，听见门口有东西在哭，她颤抖着掀开毯子，差点被吓得背过气去。襁褓里的东西面目狰狞，还不时会发出婴儿的哭声。在那个年代，这种不祥之物都要被烧死。然而黑妈妈却不顾丈夫反对，悄悄把她抱回房间，还请来专业的医生帮她检查身体。结果出人意料，这东西确实是刚出生的婴儿，但外貌特征却像一个即将死亡的老人。他的皮肤松弛，骨骼脆弱，手脚完全没有弹性，能不能活过今晚都成问题。医生表情严肃，问黑妈妈从哪儿捡来这么个小怪物。黑妈妈心疼地望着他，撒谎说是亲戚家的孩子。医生建议早点把这玩意儿扔掉，这样畸形的生命本就不该出现在世界上。没想到黑妈妈果断拒绝，反而还把他抱进活动室里，介绍给在场的所有人。热心的老太太们并不害怕他的模样，反而慷慨地说 God in heaven, he looks just like my ex-husband. 幸运的是，这个神奇的生命不仅没有过早夭折，反而还一直活到了7岁。大家都叫他本杰明，以为被上帝宠爱的孩子。养老院的生活很宁静，老人们死气沉沉，默默地等待着死亡降临。然而对于7岁的本杰明来说，这一切实在太过枯燥。他向往外面的世界，但老迈的身体却让他不得不乖乖待在原地。然而 Daisy 的出现却让早已认命的本杰明重新看到了生命的光彩。饭桌上 Daisy 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。本杰明从未和同龄人打过交道，不知不觉间他对 Daisy 产生了奇妙的感觉。深夜 Daisy 拉着本杰明躲在桌子下面玩起了交换秘密的游戏。 Daisy 能感觉得出眼前这个小老头有颗和他一样年轻的心，所以他也很喜欢和本杰明在一起。可是在 Daisy 奶奶眼中，本杰明就是一个猥琐老头，于是禁止他再接近 Daisy。 Daisy 走后，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，但本杰明的身体却在发生着奇妙的变化。随年龄增长，他松弛的皮肤渐渐变得光滑紧致，曾经脆弱的手臂如今也长出了肌肉。身体的改变让本杰明有了去外面闯荡的想法。他告别了从小疼爱自己的黑妈妈，独自一人带上简单的行李，大步离开了养老院。突然 Daisy 追了过来，问他要去哪儿，可本杰明自己也说不清楚，他只能答应 Daisy 不管去哪儿都会给他寄明信片。可谁也没想到，本杰明这一去却差点回不来。由于身体原因，本杰明没上过学，因此他只能做一些体力活谋生。几个月后，本杰明成为水手，随着渔船满世界游荡。海上的生活虽然艰苦寂寞，但每次收到 Daisy 的来信都会让他觉得生活并不孤单。然而就在本杰明期待着和 Daisy 重逢的那天时，一个突然的消息却让他的心情直接跌落进谷底。彼时正值2战爆发，本杰明所在的渔船被军队征调，负责托运受损的军舰。这样一来，他和 Daisy 的通信只能中断。可更糟糕的是，这天夜里渔船遇到德国潜艇，船长见逃不掉，决定主动出击，于是亲自驾驶渔船朝潜艇狠狠地撞了过去。霎时间，爆炸的火光照亮夜空，潜艇被撞成两截，可渔船也受损严重，飞速行沉。爆炸中，船长受了重伤，本杰明神情紧张地守在一旁。他很年轻，还不知该怎样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死亡。更让他困惑的是，弥留之际，船长并没有挣扎或是抱怨，反而平静地说 You could swear, curse the fates, but when it comes to the end, you have to let go. 船长死后，本杰明被带上军舰服役，直到战争结束。在26岁生日这天，他才终于回到了养老院。这时，本杰明的逆生长愈发明显，他年龄越大，身体就越年轻。此时的外表活像一个50岁的大叔。不过，本杰明的样子虽然变了，但黑妈妈对他的感情却一点也没变。看到儿子回家，黑妈妈很高兴。虽然有自己的孩子，但本杰明永远是他最疼爱的那个。本杰明也很开心，养老院的生活让他感受到久违的平静。不过，更让他开心的是 ，Daisy 也回来了。看到本杰明 ，Daisy 的表情从困惑慢慢变成惊讶，紧接着又变成狂喜。他直接冲上楼梯，给了本杰明一个大大的拥抱。时隔多年 ，Daisy 已经是美丽大方的女人，而本杰明却从小老头长成了一个身体健壮的中年大叔。但尽管如此，两人都没忘记童年时的美好，那股稚嫩又纯真的情感仍旧在他们身旁萦绕。饭桌上 ，Daisy 滔滔不绝地诉说着自己的经历。本杰明记忆里那个有些腼腆羞涩的女孩，如今已是纽约小有名气的芭蕾舞者。年轻人独有的活力和奔放，在她身上体现得淋
淋漓尽致。Daisy 的变化让本杰明既开心又难过。虽然年龄相仿，但因为身体原因，他总觉得自己和 Daisy 的世界格格不入。饭后 ，Daisy 拉着本杰明来到公园，他走上台阶，脱掉鞋子和外套，在月光的映照下，为本杰明献上了一支独舞。深沉的夜空，月色朦胧 ，Daisy 宛如一只盛开的大红牡丹，肆无忌惮地向本杰明挥洒着自己的爱意。一曲舞罢 ，Daisy 缓缓走到本杰明身前，轻轻地吻上了他的脸。然而本杰明拒绝了 ，Daisy 的优秀让他自惭形秽，逆生长的他并不是爱人最好的选择。Daisy 走后，生活又陷入了平静，但本杰明的身体却一直在发生变化。他头发越来越黑，嗅觉和听觉也变得更加敏锐。别人都在变老，他却在变得年轻，这让本杰明感到惶恐和孤独。突然，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绪，一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找上门，提出想聚一聚。本杰明欣然答应。期间，两人相谈甚欢。在中年人面前，本杰明表现得十分自在和健谈，他全然忘了自己其实才26岁。朋友说他快死了，希望本杰明能多陪陪他。本杰明没有多想，干脆地答应下来。但奇怪的是，吃完晚饭，朋友并未像以前那样带本杰明去酒吧享乐，反而把他带到自己的纽扣工厂，如数家珍地细说着工厂的历史。参观完工厂，本杰明实在忍不住问朋友到底想干什么。 You're my son. 本杰明愣住了，没人能接受自己的好朋友居然是亲爹，更没人能原谅一个曾经抛弃过自己的父亲。回到家，黑妈妈咒骂着让本杰明不要认那个便宜爹，但是他什么也没说，只是默默地关上门，朝卧室走去。来到卧室门口，隔壁老头正神神叨叨地束缚着自己的经历。他曾经被闪电劈中，因此瞎了一只眼睛，耳朵也失灵了，身体还会无缘无故地颤抖，记忆力也不太行。但说到最后，老人这样总结 God keeps reminding me I'm lucky to be alive. 听完，本杰明若有所思，他悄悄地走回房间，心里已经做出了选择。隔天凌晨，本杰明来到大宅，叫醒了熟睡中的父亲。他把父亲带上马头，搀扶着把父亲安置在凳子上，自己则坐在后面，一言不发。海平线上，太阳慢慢升起。本杰明脑中想着船长的话：命运不公，你可以抱怨，也可以咆哮着发泄，但到了最后，在短暂的生命面前，你只能选择放手。不久后，父亲去世，留下一大笔遗产，但本杰明不在乎自己能拿多少钱。父亲的死让他明白，有些事现在不做，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做了。于是他手捧鲜花，悄悄来到剧院。舞台上 ，Daisy 跳得摄人心魄，比那天在公园时还要美出千百倍。但现在，本杰明的眼神不再闪躲，反而热情又投入地欣赏着爱人的舞姿。没曾想，命运就是喜欢开玩笑。现在的 Daisy 已如他所愿，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男友。看到这一幕，本杰明表情复杂，只能默默离去。此后几年，本杰明过得很潇洒。他30多岁，身体状态刚好和年龄匹配，拿着父亲留下的巨款，本杰明被迫享受起有钱人的生活。他驾驶帆船满世界乱跑，可是奢靡的享乐却怎么也填补不了内心的空虚。最后，本杰明又回到养老院，打算孤独地等待生命的终结。然而，或许是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。在一个平静的下午 ，Daisy 回来了，岁月在他的脸上留下痕迹，而一次严重的车祸更是让他右腿残疾，再也不能登台跳舞。不过，本杰明不在乎 Daisy 的过去，生命短暂，他只想珍惜和爱人在一起的每分每秒。黑妈妈去世后，本杰明卖掉父亲留下的大宅，买了一套狭窄的小公寓，两人也不装修，平时就睡在床垫上，过起了甜蜜的二人生活。日子虽然清苦，但这却是本杰明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。他不用顾及自己的特别，也不用担心爱人会突然离去。和 Daisy 在一起的每一天，他都不曾感到过孤独。然而，欢乐时光总是那么短暂，一转眼 Daisy 43岁了，脸上爬满皱纹，而本杰明却像个刚毕业的大学生，脸上还不时的会冒出几颗青春痘。镜子前 ，Daisy 眼神复杂，她和本杰明就像两条交叉的线，短暂的相遇过后，只会渐行渐远。又过了一段时间 ，Daisy 意外怀孕，本杰明心里既高兴又难过。他清楚自己的状况，对 Daisy 和孩子来说，自己迟早有一天会变成包袱。可 Daisy 却不这么想，她执意要把孩子生下来，还安慰本杰明说，孩子千万不能离开父亲，大不了她可以同时抚养孩子和丈夫。在本杰明日复一日的担忧里 ，Daisy 成功的产下一名女婴。她心惊胆战的走进房间，眼神躲闪，直到发现孩子一切正常，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了下来。每个人都想越活越年轻，可只有她清楚这个过程是多么的无奈和绝望。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，本杰明的身体也在一天天变小。虽然夫妇二人刻意回避现实，可这却始终是卡在本杰明心里的一根刺。孩子需要的是父亲，而不是一个玩伴。为此，他已经和 Daisy 沟通过很多次，但 Daisy 说什么也不肯让他离开。孩子生日这天，街坊四邻前来庆贺，本杰明站在其他家长旁边，看起来是那么的格格不入。他深情地望着妻女，心中再一次做出了自己的选择。隔天清晨，本杰明最后看了一眼女儿，他早已卖掉父亲留下的产业，把所有钱存进银行，足够母女俩富裕地过完一生。安置好一切，本杰明没有告
别，独自骑上摩托车，偷偷的离开了家。当 Daisy 再见到本杰明，已经是10年之后。此时他看起来就像16、17岁的少年，和他们的女儿差不多大。看到他的样子 ，Daisy 终于明白为什么本杰明要不辞而别。他的确没办法同时抚养孩子和爱人，在无情的时间面前，他们只能选择放手。看到 Daisy 的新家庭，本杰明眼中闪过一丝痛苦，不过他没有任何表现，只是默默地目送挚爱和孩子远去。白驹过隙，岁月无情。不知过了多久 ，Daisy 变成了老妇。她回到曾经的疗养院，虽然早有心理准备，但再次看到本杰明时，她还是差点流出眼泪。此时，本杰明已经完全变成小孩，由于年龄的关系，他患上了严重的老年痴呆，连 Daisy 也认不出来了。不过，冥冥中的情感让他能察觉出，眼前的 Daisy 比别人更值得信赖。后来 ，Daisy 搬进了养老院，守在本杰明身边，照顾着他的日常生活。There's this whole life I had, and I can't remember what it was. It's okay. It's okay to forget things. 在外人看来 ，Daisy 和本杰明是奶奶和孙子，根本不会有人相信他们以前曾经做过夫妻，曾经爱得刻骨铭心。然而命运就是这么荒诞，岁月流逝，冬去春来 ，Daisy 越来越老，本杰明也逐渐忘了怎么走路，怎么说话，但他却还是喜欢待在 Daisy 身边，从来都不吵不闹。2002年，镇上的火车站换掉了老旧的时钟，而本杰明奇幻又充满了爱的一生，也终于走到了尽头。He looked at me, and I knew that he knew who I was. And then he closed his eyes as if to go to sleep.